再剑刺过来的时候，我用了少林寺的闭气大法，短时间之内没有气息，就跟一个死人一样。他们把我丢在乱葬岗，以为我会被野兽吃掉，他们万万没想到，我从尸体堆里爬了出来。你受了那么重的伤，居然还能活着，真是奇迹！你们还想不想去救师傅？师傅是我们的恩人，他有危险，我们当然要救。好，我相信你们。我现在的身体受了重伤，光靠我一个人是不可能救出师傅的。我要你们和我一起劫狱，一定要答应我，不能杀人。不杀人怎么救人？我们只可以去救人，不可以杀人。那我没办法救。不答应，我就自己去救。你一个人肯定救不出师傅，还会害了他，而且还会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。如果只有杀人才能救人，那我们就是在害人，跟那些恶人有什么区别？师傅知道了会责怪我，与其这样，我宁肯拼掉自己的性命去救师傅。师傅在天亮前就要被处死了，如果我失败，你们还有一丝悔意，就来为我收尸吧。你坚持不让我们杀人，我们怎么救人？你会因此而丧命，怎么那么固执？因为心中的信仰比生命更重要。廖师兄，是二师弟，是二师弟，廖师兄，是二师弟，你们在哪儿啊？佛祖，你是在用他们的离去来惩罚我吗？我知道错了，求你不要把大师兄和七师兄也夺走了，我求您了。八师弟，你也不用太难过，我们在这里找不到六师弟他们，那就说明他们还活着。真的？他们一定还活着。这是不是因为我谎话太多，老天爷对我的惩罚呀？其实我说的诳语也不少。我说的意思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。难道你们小的时候没有因为不想练功而跟师傅说自己身体不舒服？还有，难道你们没有因为想保护重要的东西，或者亲人和朋友，而说诳语吗？我看你们两个人的反应，我想肯定是有的。其实我个人觉得，心怀善意的谎言和不得不说的谎言，佛祖是会原谅的。当然不能拿着心怀善意的谎言和不得不说的谎言当做护身符，谎话说多了也会酿成大祸。13师弟说的有道理，所以八师弟不用太苛责自己，六师弟他们一定不会就这么轻易死了。女施主，为何在这哭泣？外面来了一伙白衣杀手，杀光了我所有的手下，我们现在都成了他的俘虏了。他有没有对你动刑？你身上可否有伤？小僧略懂医术，可以为你医治。你是在担心我吗？没有，阿弥陀佛。对了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先离开这里再说。如果逃不出去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姑娘何出此言？我来到这个荒村，本来是为了寻找夫君，终于找到了。可是你还不肯认我，现在被外面那伙坏人抓了进来，他们的头目逼我现身。你说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？小僧虽然不是你的夫君，但是也绝对不会让他们玷污你的清白。你为什么不肯相信我说的话？你就是我夫君。好了，先不说这个了，来，给我把绳子先解开。快啊！姑娘，跟我走。你们为什么要带他走？你们要把他带到哪儿？自然是去找他的夫君。华和尚，人家可是有夫君的人，你还是不要有非分之想，好好吃你的斋，念你的佛吧。佛祖，弟子该怎么办？不承认，恐怕这位女施主会有危险；承认，那么弟子就会被红尘俗世所扰。快，跟我走。我们去哪儿？逃生啊！和尚跑了！和尚跑了！和尚，你以为你赶我走，
我就找不到蜗牛村了吗？和尚，你们真是愚蠢。还躲什么？都给本姑娘出来！我一身白衣，你们也一身白衣，难道你们都是我的手下吗？姑娘，如果你能成为我们家公子的人，那我们对你唯命是从；如果姑娘不从，那你只能是我们刀下的又一条贱命。本姑娘从小就不知道，竟然有人敢胆大包天的想要打本姑娘的主意。如果我不从，我只是你们刀下的又一条贱命。看来你们也不是第一次做强抢民女的勾当了吧？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姑娘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们公子姓甚名谁，长相如何，品行又如何？本姑娘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叫本姑娘怎么从呀？姑娘随我们前去就知道了。那可不行，我现在就要知道。看来你是逼我们动武了。是你们要抢本姑娘去当压寨夫人，何来我逼你们动武一说？如果要动武，你确定你有把握赢得了本姑娘吗？那得要试试再说了。本姑娘的气正愁没地方发，再挡着我的路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13师弟，你说的对，不能以善意的谎言和不能不说的谎言当做挡箭牌，为了避免以后让太多的谎言酿成大错，我决定向你13师弟道歉。你为什么向我道歉呀？其实我爹去世的事儿，只有二师兄和小七知道，其他师兄弟都不知道，也不在现场。是我向你撒了谎，向其他师兄弟也撒了谎。令尊大人先逝，又不是什么不能说的秘密，为什么要隐瞒？师兄说大实话太伤人心了，但是我既然决定不说谎话，我就一定要言出必行。八师兄，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你是不喜欢我和12师兄的为人吧？这是我和其他的师兄弟们相处的时间比较长，比较熟悉的缘故吧。其实我和12师兄也和你们一样，一起修行，一起训练。我和他的感情确实是最为深厚的。你要对付12师兄，你要强他就越强，你要弱下来，他就拿你没办法。现在12师弟已经被烧成灰烬了，我想向他道歉，恐怕也来不及了呀。其实二师兄已经说过了，我们没有在废墟中找到他们，说明他们一定还活着。八师弟，不知你刚才留意没有，那被烧过的木炭都是好的，所以我相信我的直觉。请相信我，我们再四处找找看。哎，二师兄，可是我们去哪儿找啊？我们就在炮楼守株待兔，直到等到他们为止。走。幸亏老六发现那个地窖，要不然咱们全都烤熟了。怎么，没被烧死？笑话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天狼部落的神明，我是神明。你是神明，那他呢？她是我的娘子，也就是天狼部落的公主。公主？那他呢？他该也不会是天狼部落的什么神吧？我从小就开了佛眼，能与佛祖对话。你们又是神明，又是开了佛眼的，那你呢？难道也是开了佛眼吗？小僧既不是什么神明，也没有开佛眼，小僧只是一名少林寺的武僧。行了，闭嘴吧。阿弥陀佛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等，你疯了吧？我都说了，我是天狼部落的神明，都是神明，你要抓我们，天上的雷能把你劈死。我看你是傻了吧？我都已经想放火烧死你们3个神一样的人物一次了，还怕再杀你们一次？再说火都烧不死你们，想必其他死法你们也能死里逃生。我就不明白，你们3个神一样的人物怎么就那么怕死呢？你们在说谎，根本不是什么神明，就是普通人。我没骗你，我确实从小开了佛眼啊！我也是天狼部落的神明啊，千真万确。不信你问我媳妇儿。驸马确实是天狼部落的神明，反正你们怎么都死不了，那就再死一次吧。五毒兄弟，这就是你不听佛意的后果。那你的佛说没说过咱们会继续被追杀呀？给我杀！
这边。我看这里暂时安全，我们还是在这里躲避一下吧。夫君，谢谢你救了我。阿弥陀佛。我为了找你吃了那么多苦，你还是不肯认我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知道一切。女施主何出此言？你先把眼睛闭上。你怕我杀了你？你把眼睛睁开吧。童君，是你吗？童君，施主，是父亲的声音。你确定？没错。原来女施主的芳名叫徐童君。不是，徐童君是你。我？是你在家的俗名。俗名？我心里有点发慌。在我离开家的时候，父亲卧病在床。父亲，这次估计是熬不住了。熬不住了，孩子。爹要走了，爹，儿媳不孝，不能亲自给您养老送终了。童君，儿媳已经给你找到了，可是他不愿意承认儿媳，更不愿意承认您，承认咱们家。他说他一心向佛，即使我说您重病在床，昏迷不醒，他都不为之所动。我知道他是怕我，怕你，怕咱们家人，拖累他成佛。难道他不知道，不孝顺爹娘，不关心妻子，不爱护家人的，佛祖是不会让他成佛的吗？童君，你为何不肯认我？你还在责怪爹从小把你丢在少林寺，对你不管不问吗？不是的，施主。女施主已经向我阐明了苦衷，我不怪你。爹，他一直在否认，他肯定是在怪你，甚至恨你，把他丢在少林寺，不管不顾。没有，爹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想，我一直都没有怪过你。你终于承认你是我夫君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那帮白衣杀手怎么也想不到咱们会藏在这儿。驸马，你真聪明。那是，要不我能当天狼部落的神明吗？能当你的驸马吗？哎，我说，姑娘，听说你是来找你夫君的？对啊。这个夫君啊，可得好好找，终身大事啊，不能不顾。找一个像我一样优秀的男人，你的人生才能幸福。你当着我的面和别的女人打情骂俏的，你当我死了是吗？你给我过来！我什么时候打情骂俏了？哎呀，我没说完呢。没说完，你说呀！你敢说出我不爱听的，我把你舌头割下来！说呀！我说什么呀？我还敢说吗？你这个母老虎！本公主像母老虎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，你是不是活够了？你敢说我是母老虎？你让我说再说！长本事！打得好，打得好！公主，你就应该好好教训他，让他在这胡说八道。刚才我还担心你找不找得到你夫君，你狗吕洞宾啊！我这辈子就没遇到过温柔的女人。你还敢说？不说了。你是少林寺的和尚吗？女施主，你有什么事情？你就是少林寺的和尚对吧？我刚才杀敌的时候听到你说夫君，我来救你了。难道你的夫君是少林寺的和尚？公主，你说的没错。奇怪的事情真多。前2天我看到一个穿皮衣的女子，也说了同样的一番话。那是我大姐。那你大姐夫不会也是少林寺的和尚吧？大姐夫？我没有大姐夫。那个皮衣女的夫君和你是什么关系？大姐的夫君自然也是我的夫君，我和大姐共是一夫。女施主，出家人是不可以娶妻生子的。现在不能，还俗了不就行了？所有皈依佛门的人，就决定这辈子要随时在佛祖左右，听从佛祖的教诲。你又不是我夫君，你怎么知道我夫君怎么想的？如果你的夫君同是学佛之人，学佛之人的心意是相通的，你和你的夫君只会是殊途同归，不会有未来的。你又不是我夫君，所以你不能，也无权代表他的想法。和尚，你是不是看上我了？女施主误会了，小僧对女施主绝无非分之想。你就享有也行，我可是已经名花有主了。啊，女施主，你是误会小僧了。怕我误会，就别拿什么佛的名义来烦我。阿弥陀佛。女施主，你信命吗？
信又如何？不信又如何？小僧从小就开了佛眼。那你帮我问问你的佛，我和我夫君的命运是不是和那臭和尚说的一样，没有未来？小僧刚才已经问过了。如果你的佛说命里无缘的话，那就免开尊口吧。佛祖并没有说命里无缘这4个字。那你的佛说了什么？命里有缘吗？也不是。那你的佛到底说什么了？水中月，镜中花，可遇而不可求。你说的这些都是虚无，说了半天还是想说我和我夫君命里无缘呗？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佛祖的旨意。行了，我管你什么佛的旨意、神的旨意，谁都不能阻挡我和我夫君在一起。违背佛祖的旨意，佛祖是会降罪的。够了，你要再胡说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本姑娘以为你们是少林寺的和尚才救你们，没想到你们不仅不是，还只会信口雌黄，自己不可得，就见不得别人有好姻缘的赖头僧。女施主，你要去哪里？外面很危险。外面那些白衣杀手要杀的是你们和尚，又不是我。再说，就那些白蚂蚁，岂是我的对手？不要意气用事，让开，别耽误本姑娘回家。你刚才不是问我们是否认识少林寺的武僧吗？我刚才是想问来着，我现在不想问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什么也问不出来。何出此言？既然我大姐已经找过你们了，要么她就是问出了什么，要么她就是没问出来。倘若她问出了什么，我回去一问便知；倘若她什么也没问出来，那就说明和尚你们并不想说实话，那我还问什么？是啊，女施主还能问什么？而我又能说些什么？女施主的功夫不弱，又有家人庇护，想必那帮杀手也不敢动她。那好，小僧就不拦着女施主了，请施主注意安全。对了，本姑娘在卧牛村偶遇一公子，也在找他兄弟。那女施主的意思是，那位施主的兄弟也是少林寺的武僧，排行老12，你们的12师兄。12？你确定？确定？怎么了？
是不是你当街兰花教的新郎官？原来本姑娘当街兰花轿的时候，你们都在啊。据我所知，少林寺的12师兄是孤儿，并没有兄弟。据我所知，那你也是听说做不得数。谁说做不得数？我就是12师兄。啊，是啊，你是12师兄，可是你不是少林寺的12师兄，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吧。佛祖说了，少林寺的12师兄是孤儿。行了，你再说什么佛祖，我就送你去见佛。那小僧就在见佛祖前，先替佛祖教训你。来啊！施主，我可以答应陪那位女施主，但是你必须帮我找到我的师兄弟。我帮你找到你的师兄弟，那你呢，小和尚？你跟你的师兄弟一块走吗？既然答应施主你，就一定不会食言。就算你不会食言，我也不敢答应你。为什么？我是把你救回来的，看来你都忘了。我2岁会背诗，3岁会写字，我记性是师兄弟里面最好的一个。你认为我是杀手吗？是的。那你说说我怎么就是一个杀手？我看见你带人冲进去，大开杀戒，这是其一。至于其二，你把我救了，一般人能救得了我吗？小僧猜测，施主不但是杀手，而且还是个小头头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也不想想，倘若我是杀手，我为什么要救你呢？自然是为了那位女施主。如果我是杀手，那我不杀你，还把你救了回来。如果你是我的主子，你会怎么对我呢？出家人不得杀生。阿弥陀佛。我来告诉你，我的主子会怎么对付我。先是把我弄上蒸笼，做成人肉包子。对付我娘子，就像对付废后一样，砍去手脚，放在一个瓦罐里。施主如果不是杀手，怎么如此清楚杀手主子的残忍手段？我是打比方，当不得真。那你救了我，你就不怕杀手的主子报复吗？只要你老老实实陪着我娘子，不想着逃跑，我和我娘子就不会有危险。至于让你跟你师兄弟们见面，我是万万不敢的。12师弟，别追了。六师兄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替佛祖好好教训他？我是怕你在气头上说了不该说的，让那位施主起了疑心。无论我怎么样，我都知道哪些话可以说，哪些话不可以说。是吗？要真像你说的那样，怎么打起来的呢？那只是情不自禁。我说过我是孤儿，我亲眼看到我爹娘去世的，我不相信我爹会死而复生。为什么不相信？因为我爹是被火葬的，所以他不可能死而复生。这么说来，那个新郎官是有意在骗那位青衣施主，可他为什么要骗他呢？哎，这样吧，咱们去把那个新郎官抓起来，好好问问他怎么回事不就行了吗？现在我们莫名其妙被人追杀，差点全军覆没，到底谁在追杀我们？是西鲁天会，还是南方天地会，还是太子的人？万寿山将军和冰玉公主到底在哪里？不管怎么说，杀我们的人就是想要我们死。也许那个新郎官就是杀手的头领，我们能去找他吗？现在大师兄、2师兄、7师弟、8师弟的下落，我们一点都不知道。我们要想办法知道他们的下落，搞清楚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是太子即将登基，我留给太子的是一个江山，而你少林寺只剩下一片灰烬。你们就是得到了江山又怎么样？江山一变，天下为公，朝代更替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。那是以后的事。我两眼一闭，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只知道眼前我活着，而你却要死了。你怎么不说话？你我之间，生又如何，死又如何？你难道不怕死吗？我不想死，因为我还想超度更多的灵魂，但是我不怕死。你错就错在来到了尘世，却不按尘世的规矩办事。我怎么不按尘世的规矩办事了？你不辅佐太子登基，这就是不按尘世的规矩办事啊！我们是和尚，和尚本来就不应该掺和朝廷内部的争斗。别再说你是世外之人了，啊！你不在少林寺修身养性、吃斋念佛，却来到这世俗之界参与争权夺利，你怕不能自圆其说吧？身在俗世，并不一定就是俗人。我们品尝五谷杂粮，体验百姓的辛酸苦辣，那是为了修炼一颗包容的慈悲心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得道成佛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只好替天行道，送你上西天了。你肯定不止一人混进军营，说出来，可让你少受点皮肉之苦。我就是一个人，你再怎么问，也只有这个答案。我就不信你们和尚铜皮铁骨，不怕打。皇上，过去。你们几个怎么也被抓起来了？这都怪你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走了以后，我们担心方丈的安危，所以决定来救方丈，只好同意不杀人，结果就被抓了。你说这怪不怪你？早点同意我的提议，我们一起行动，就不会被各个击破。和尚，你就是不告诉他们，他们也照样逃不出我们的法眼。你们就等着一块上路吧。不管怎样，我们都被你害死了。看来我们只好死在一起了。关老将军，既然你说我们要合作，那你告诉我你的全部计划，这是我们彼此双方信任的第一步。你想知道什么？万将军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刺杀康熙皇帝的想法？刺杀康熙是我多年精心部署的计划。当年我把我的义女樱花送到皇宫，就为了这个目标采取了行动。樱花的刺杀行动失败了，我又把我儿万愁卿派到京城寻找机会。在康熙的百叟宴上，本来有一次刺杀的机会，结果又失败了。后来我让白仙师通过科考入朝为官，取得了康熙的信任。这时候白仙师带来了康熙皇帝想要招安西鲁天会的圣旨的时候，我就有了一个另外的计划。我决定投降清廷，这样就可以接近康熙，由我亲自下手杀了那个狗皇帝。那些和尚作何解释？他们是康熙的密使，而你并没有杀了他们，不怕他们中途走漏了风声，影响你的计划吗？和尚不能杀，我要通过和尚带我进宫，取得康熙的信任。说实话，我认为你就算进了宫，康熙身边那么多侍卫，你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。归降嘛，那自然有归降的态度。我会在康熙的金殿之上，向康熙呈上我西鲁天会的大印。你说这个时候康熙他会不会接大印呢？所以此时我会在康熙身边不足1米的这个时候，康熙的御前侍卫反应再快，也来不及。虽然我老了，但是康熙的几个贴身侍卫要应付他们不在话下。关老将军，
果然是老谋深算，你的计划很周详。不管有多困难，我一直没有放弃刺杀康熙的行动，这是我死之前必须完成的使命。因为小僧是出家人，所以小僧更能理解他人的不容易。我不是不承认父亲，相反，方才从女施主这里得知，多年以来父亲都对我日夜思念，每个生辰都睹物流泪。小僧的内心只剩下深深的自责。方才女施主说我不承认父亲，是因为担心自己所修无果。女施主，此言欠妥。我自幼生活在少林寺，成长至今，即便是随女施主回家，恐怕也难负家族兴荣之重，无法负家族责任之重，无法负心底罪责之重。阿弥陀佛。童军，你是爹的孩子，你的想法爹怎会不知？爹现在什么都不要你付，只想看你最后一眼。阎王爷已经答应我，借下辈子阳寿1个月。爹等你，只想看你最后一眼。公子，你不是答应万寿山不再杀和尚们，要和万寿山将军一起进京吗？我是说过这样的话，可是你觉得万寿山说的话可靠吗？公子的意思是，万寿山将军真的想投降康熙吗？我们天地会中间有很多人，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，他们会偷偷的去跟清廷和谈，给他们一条生路，让他们安度晚年。那你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吗？清廷是不会让我们安度晚年的。我们都是清廷那些人深恶痛绝的眼中钉，他们巴不得我们早死呢。万寿山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。我觉得他最终目的只有一个：假刺杀，真的投靠清廷。可是，万寿山将军一直是反抗军中的坚定反抗者。我已经了解到，在西鲁天会，很可能就是万寿山杀了朱三太子，蒙蔽冰玉公主，借机投降清廷。这不会是讹传吧？我相信一切都是真的。我们可以这样想，和尚西行一定是有目的的，他们是找西鲁天会的人接头，而西鲁天会内部一定有他们的内应。和尚刚到西鲁天会，朱三太子就死了，而万寿山看见我们，就立马说他要投降，立马说他要刺杀康熙。你相信他的真正目的是刺杀康熙吗？我不相信，他真正的目的一定是投靠清廷。我们杀掉他。总舵主吩咐过，杀掉和尚，带万寿山回南方天地会。如果他不从的话，是。站住！爹，这怎么是您啊？你不是昏迷不醒吗？你怎么在爹的面前你就别再伪装了？爹知道你一直心如明镜，只是迫于现状，你才装傻充愣。但是目前徐家的状况，你心里也清楚。你为什么不离开徐家，还要答应和你大姐一起去寻找童军？爹，原来你一直都知道。青衣从小家破人亡，我凤娘一命，揣着一纸婚书来京城投奔徐府，本以为全是奢望，但是爹和娘一点不嫌弃，不仅收留我，还将我父母厚葬，待我如亲生女儿一般。在青衣心里，徐府就是我的第二个家。你和娘都是我的亲爹亲娘，哪有女儿不要自己爹娘，不要自己的家的？如果你现在不走，再想走可就难了。徐府在，我就在；徐府亡，我也不会苟活。你小小年纪就经历了那么多的事，此次一行凶险万分，随时可能丢了性命。这次就算是去了黄泉，都没脸见你的爹娘。爹，您这话严重了。如果没有您，青衣可能早就死在那个乱葬岗了。你可知道，爹这次把你引到后山说话，就是为了要防着你大姐。大姐？大姐不是孤女吗？爹为什么防着她？大姐明明已经和和尚打过交道了，为什么见了我时却一句话也没提？看来爹猜的没错，大姐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，很有可能就是索额图的人。
和尚们比我们想象的狡猾。本来我们做这个结婚的场面，想引和尚出来，没想到被这个傻丫头给搅黄了。这个傻丫头的身份查出来了吗？还不清楚。说到这个我就生气。说到这些和尚，这个6师兄、12师兄、五毒、尤某公主，你没有烧死，其他和尚你也找不着了，藏在哪儿了？兄弟们还在大搜查。好，伸手吧。你是不是故意恶心我呀？另外一只手，公子，我劝你还是别看了。劝？如果你那只手不伸出来，你失去的不只是一只手，一条胳膊都没了，你信吗？你呀，我看你是故意的，逃避本公子的惩罚，是不是？属下不敢。你做的事儿我都知道，你有什么不敢说的？属下绝对不敢欺瞒公子。我相信你对我不敢有1分1毫的欺瞒。公子运筹帷幄，只在一念之间，谁都逃不过公子的法眼。就会说这些话来哄我。看看你手下那些虾兵蟹将，对付那些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少林寺和尚，痴心妄想。属下已经在炮楼布下天罗地网，和尚们不进则已，只要进去了，就别想活着出来。如果你再办不到，就不止你的命，本公子的命也保不住了。属下绝对不会再让公子失望的。属下发现，近日有数个高手前后来到卧牛村，除了皮衣女还有谁？还有一个白衣少女。这个白衣少女独自来到卧牛村，跟我们交手之后突然失踪了。还有一个青衣女子，在我们第2次劫杀和尚的时候，突然出现，还喊着放开我夫君。你现在给我马上描述一下，这个青衣女子的穿着打扮，手里拿着什么兵器？这个青衣女子身着一身青色衣裙，手持双锏。不错，这个青衣女子就是胆敢当街拦我花轿的女子。这个人身份好复杂，我原以为她是我们的人，跟和尚掺和到一起干什么？难道是打入和尚的内部，然后离间他们的感情？这个青衣女子身份复杂，不可小视。记住我的话，对待和尚们要心狠手辣，对待这个青衣女子也不要心慈手软。属下明白。大姐这次来卧牛村的目的不是来找夫君，而是来杀夫君的吧？而那个任天野竟然敢欺骗我，说他的兄弟是少林寺的12师兄。12师兄自己都说他是孤儿，父母双亡。况且12师兄长得和那个任天野一点都不像。那个任天野竟然敢这么说，其中必有蹊跷。他的目标人物不会也是少林寺的和尚吧？我现在知道，爹为何要说此行凶险万分，随时都会丢了性命。这个卧牛村压根就不是老百姓住的地方，卧虎藏龙，暗流涌动之地啊！对了，那个皮衣女，可查出来什么没有？那个皮衣女失踪了。失踪了？是不是她察觉到什么了？这个属下没查，属下还要不要继续查？等等，先缓一缓，等她出现再说。还有什么白衣少女？她到底是什么人？跟和尚有什么关系？这个属下还没弄清楚。不过这个白衣少女的功夫和和尚们比起来不分伯仲。平平常常一个女子，和和尚的功夫不分伯仲，她一定不是个平常人。这样的女人，你连她的身份都没有查出来吗？属下对公子的忠心，天地可表，日月可见。如若做出背叛公子的事情，天地共诛之。哼！瞧你认真的样儿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你是不是真的做了什么让我不高兴的事儿了？属下不敢。白衣少女就先别查了，给我盯住和尚，所有的和尚，别出岔子，知道吗？是，属下遵命。嗯。你是你父亲的孩子，我是你父亲给你娶的3位夫人中的1位。今天你不承认也承认了，大师兄，不，徐同君，你的精神已经无法忍受世俗的情感，你为什么还要坚持？我们已经相认了。不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何似在人间？
里，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。少林，少林，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。精湛的武艺，举世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，悠久的历史源远流